OK， 那这边看的景色，我觉得非常厉害。毕竟啊，身为全法国第一高楼，这个气势还是要有的。罗浮宫位于巴黎市中心的塞纳河边，这真的不是假的，好不好？这真的是我们在巴黎找到一个点，好不好？好，那我们现在的时间就养精蓄锐，准备明天一早登上杨桃哟。好，大家早安！现在我是在Interlaken 旅馆楼下的餐厅吃早餐。那大家看到了，没错，竟然是饭！我已经应该有没有1个礼拜没吃饭了？哇！哦！台湾的饭比较好吃。早上好，瑞士。现在我在 Interlaken， 我们现在就准备步行前往这个 Interlaken Ost， 就是因特拉肯东站。那我们再来就要搭乘这个火车转缆车上这个少女峰。那少女峰的德文，相信我在昨天也给大家演示过了，非常的标准。那么就准备出发吧。然后我也发现，就是在这里的话，除了最主要的德文、法文还有英文以外呢，我最常看到的就是韩文。那我猜这应该是因为这边的韩国游客非常多，这点让我蛮意外的哦，就是韩国人会特别喜欢来这里。OK， 那我们现在已经在这一班开往格林德瓦的列车上。这一班车其实非常特别，它在到了某一站之后会拆成2半，那所以它也顺势将这个月台分成了 A 跟 B 2个区间，所以我们要上的是在2B 月台，而不是2A 月台。少女峰山凹又名少女约峰，是阿尔卑斯山脉少女峰与僧侣峰之间的山凹，海拔3466公尺，位于瑞士伯恩州和华莱州的边界，因特拉肯与菲施的中间。此处是阿莱奇冰川的顶端，位于少女峰阿莱奇自然保护区。少女峰铁路属于齿轨铁路，全长约7公里，最大坡度高达25%。于1896年动工，施工历时16年，于1912年通车。它有3/4左右的路段是在岩壁里通过，工程十分艰巨。因特拉肯及卢达本纳为登少女峰必经之路，因此游客多从这2地开始登山。当火车到了海拔2320公尺的艾格冰川站时，列车刚好位处3大名峰的艾格峰下方。列车停留不久后，就开进花岗岩打造而成的7公里隧道。之后，绝大部分的路段都在山壁里面，中途会在海拔3160公尺高的滨海站停留约5分钟。车站里面有一大片玻璃观景窗，看出去正是艾格峰冰河的辽阔视野和令人惊叹的滨海景观。火车终点站为海拔3454公尺的少女峰山凹站，同时也是全欧洲海拔最高的火车站。好，各位，那我们现在是在这个少女峰登山铁道的这个 Ashmere 站。然后这边可以拍照，赞了。现在温度大概是13度左右哦，还蛮酷的，我觉得。
欢迎各位来到全欧洲最高的火车站。来到这里的话呢，海拔高度是3454公尺。然后我稍微有一点感觉氧气比较稀薄，呼吸要比较大力，不过也还好。然后大家看一下，我现在连外套都还没穿上，就是其实没有到真的那么冷。对，外面写5度，但我觉得应该不至于到5度。那晚一点我就披件薄外套，我觉得就差不多了。它这个车站真的是非常特别哦，它是在山壁里面的，跟阿里山火车又是不一样的体验。好，各位，由于呢这个高山症哦，有点头晕，然后缺氧的状况，所以呢，我打算就把我们昨天在 Interlaken 买的这个，算是一个舒缓的那种软糖吧，拿出来嚼一嚼 ，OK， 哎，它有点像牛奶糖的感觉。喉糖你们有没有吃过？软的喉糖。就是这样，这个软糖超级厉害，好不好？我刚刚才吃，我还没嚼完哦，那个药效就起来了，就是整个人神清气爽，然后不缺氧了，好厉害哦！现在时间我们已经吃完午餐，那我们就来这个跟着他的这个 tour 哦，一起来看一下，探索一下这个少女峰吧。好，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这个少女峰的观景台上，然后这边的这个高度是3571公尺。我们刚坐了那个超快电梯上来，然后等一下我们就可以出去到外面，感受一下这个雪景跟这个少女峰。来，出去了，各位。其实，没有那么冷呢，意外的没有到我想象的那么冷。好，各位，那由于外面在下霜的关系呢，所以我的摄影机非常有可能会报废，所以我们就先拿手机勉强录一下。那么这其实是我人生第一次经历这个下霜哦，就是我在台湾有经历过下雨，在日本经历过下雪，可是我还真的没经历过下霜，就是因为它还没有到0度，目前的温度大概是差不多7度左右。所以这个打到脸会痛，所以我觉得我现在背对的比较好，不然的话我等下脸就会打。然后我现在手机的荧幕上，相信我全部都是霜。啾啾鸟鸟呢？然后呢，现在这边后面已经起雾了，所以呢，应该说都已经起雾了，所以呢，我们刚刚已经尽我们所能把能拍的都拍了。那我们现在就稍微等雾散了，然后再来拍个好看的照片，把我的手冻死了。没有到真的那么冷。如果大家没有被那么冷，如果大家没有被霜打过，就是比较小颗的冰雹，好痛哦。然后大家记不记得我们昨天在 Interlaken 几度？他妈32度，然后现在这边6度。各位，我真的是为大家拼尽全力，好不好？现在手超级痛的，我每拿出来1秒就要被5颗霜砸到，所以大家影片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全部都要开起来，早日让我收益化，好不好？不然我这个来的很贵啦。各位，在雾散了之后呢，这真的是绝佳的美景。虽然我现在手已经一点知觉都没有，然后呢，甚至我觉得它就算断了，我也不知道它在流血。但是呢，这真的是我出生到现在以来，我见过最美的风景之一了，真的，甚至我可以说没有之一。这真的是我这辈子见过最好的山景，又是雪的，又是绿山，还有这个云，蓝天。真的，虽然上来很贵，一个人要200多瑞士法郎，但是呢，我只要30块，值了。
各位，这真的值了。来瑞士真的没来少女峰真的是很可惜。虽然我现在手真的，我觉得我回去可能要擦个药或什么的，但是真的这片风景真的会把人一直留在这里，目不暇接，真的是。我已经，这片美景真的是无法用言语诉说的啊！只要来少女峰，你的小鸡帽就可以升级成落汤鸡哦。好，各位，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这个少女峰的冰宫，有没有看到？这边通面都是冰啊！我们来摸一摸试试看，是真的冰，真的冰哎！然后这地板也是冰，地板很滑，大家记得扶着，地板很滑哦。在1920和1930年代，登山家们在少女峰用简单的工具建造了通道和大厅。如今，艺术家们以精湛的技艺雕刻这些冰雕。在这冰冷世界旅途中，游客会在各处发现他们的艺术作品，如同刚变成冰一样，相当自然。结束我们在少女峰的行程了，然后我的水都变冰水了，冰啊！那在最后呢，我还是想对这座山说 ：“Diese Jungfrau ist so schön。”好了，我们就准备搭火车回去吧，虽然还有半个小时。Welcome back. We hope you enjoyed the experience and the mountain panorama to the full. In 20 minutes, we will be arriving at the Eiger Glacier Station. Until then, we invite you to reflect on the sights seen and experiences felt. We wish you a pleasant journey.好，现在时间我们又回到了 Interlaken Ost， 时间大约是晚上6点半左右。那马上又要跟这一座小城市说再见了，因为今天晚上我们将搭乘瑞士国铁前往瑞士的首都伯尔尼，也就是 Bern。各位，我必须得说，当日本寿司呢看起来变得太五彩缤纷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有问题的时候了。那我们先来吃一个这个基本上是不会难吃的东西啦，黄瓜。如果它黄瓜都做难吃，那这碗寿司就没救了，这个寿司没救了。
好，各位，那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位于 Bern， 也就是瑞士首都的这个 Novotel 饭店。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在瑞士要一直换饭店，这行程是谁想的？好像是我。那我们基本上，因为今天我们非常衰，遇到下雨哦，所以我们计程车缴了30块钱。然后明天我们原本在伯恩有点小小的行程，然后下午1点多就要出发前往苏黎世了。如果明天这将下雨的话呢，我们可能就考虑就伯恩这些景点就给他拜了个拜，蛮可惜的啦。我们等一下就来个 room tour， 然后结束这个累得半死的一天吧。哦，刚刚才在那个高山上那个被霜打脸，然后现在呢被雨淋把全都淋湿了。今天真的是非常的赞。这个时钟打的时间呢，看起来是不太准啦，因为现在其实是12点28分，可是它标的好像不太像28分的样子。大家应该会发现，就是这个伯尔尼的道路的上方哦，全部布满了这个电缆。那这个原因是因为呢，他们这边有非常多的轻轨，以及他们的公车也都是用电缆来进行供电的，所以呢，这个可能会有一点破坏城市景观啦。那我们就继续沿着这条街走去看一下爱因斯坦的故居吧。那我们刚刚已经从这个爱因斯坦故居里面出来了。那一个人大约是7法郎左右。那有2层楼的，算一个蛮小的空间。那网络上也有人说他觉得蛮不值得的，因为很小。但是我认为，就是如果你是一个比较可以静下心来去看看它上面，因为它里面的介绍非常多，有非常多关于爱因斯坦生平的一些简介，有非常多的大型板子，相信大家也有看到。那现在时间就让我们前往，我们在 Bern 预定的最后一个行程，这个蛮特别的，叫做熊公园。听说里面会有熊出没，那我们就去看看吧。那我刚刚在伯尔尼的街头看到这些非常多。算蛮特别的一些门，就是它是一个倾斜角度的门，就是它就是一个向下的到一个地下室，就是他们伯尔尼这边的地下室空间，我认为可能算是非常的发达哦。所以说他们的这个几乎每一户的门前都有这么一个朝下开的一个门，我觉得算蛮特别的。自1513年以来，伯恩已是熊的家园。直到1857年，在城中建有熊院，并从2009年开始新建了现今宽敞的熊公园。熊公园现址是从古城对面阿勒河岸上的旧熊院，一直延伸到河边，建有电梯设施。改造前的熊院仍然存在，并已被列入具有重大国家意义的文化遗产和最高级别的州县保护名录。现在位置是在 Bern 的这个车站。那我们晚一点呢，在2点02分的时候，就要准备搭乘这个瑞士国铁 IC8前往我们在瑞士的最后一站苏黎世，准备上车喽。
房间一进来之后呢，就可以看到这边有挂衣服的地方，然后有一个镜子，然后这里面有放一些烫衣服用的东东，然后这边是浴室的门，打开之后就可以看到这边有杯子，有洗手台，有镜子，浴室。马桶在这里没有错，这是一个两用门，这边关起来是这边的门，这边关起来是这边的门，对，大概是这样。这边是我的床，然后这边是双人床，然后外面是风景。附一个无线充电座，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用哦。哦，有用哎，赞！